坐。我就不应该道歉，让那个律师抓住只言片语，肯定会对咱们不利的。错了就该道歉，这没什么的。雷劈了躲不过，那是没办法，咱俩也不能往上冲啊。梅姐，钱新良坐了8年牢，人已经毁了，您没看出来吗？我看出来了，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又不是咱们做的决定。我不管您怎么想，我是说不出来跟我没关系这种话。盛开在角落的正午，其评价中用下一届法官评价时期。怎么样写的？手生没生？虽然这几年写的都是判决书，但是你帮我判断判断写的怎么样？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出了这么大的事故，现在成我的功劳了是吗？是你的，也不是你的。咱们院现在要树个正面典型，告诉大家，我们中院除了有像梅芳那样急功近利的法官，也有像你夏英杰这样坚守正义的法官。我跟梅芳本来就是一个合议庭的，我当时是我没有坚持到底，我选择了妥协，那就是应该要一起承担责任啊！你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感情用事啊？你如果听我的，能彻底跟这件事摘清关系，而且你获得的表彰远比你想象的要多。谢谢你这么为我着想。你还记得大2那年，咱们组队一起参加那个模拟法庭的比赛吗？记得，苏伟一中拿了第2名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拿奖状。颁奖那天我们都喝大了，就我不相信我那么拼，竟然只得了第2名，喝得又苦又吐。是你一宿没睡，爷爷给我画了一张1等奖的奖状，连公章都画得特别真。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，以后我一定要拿一个货真价实的1等奖。所以这个功劳你值得呀。不，这次和那次一样，这个奖状是你画给我的，也是假的。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，夏英杰。于厅长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不害怕承担责任，我愿意为我过去的不坚定受罚，我也恳请你，让我正大光明的赢，行吗？小夏，于厅长说让咱们写个报告，你说是我写还是你写啊？您写吧。我写合适吗？您是当时的主审法官，就因为这个呀，我怕我写，他们说我避重就轻。还是你写吧，啊。好，那我写。哎，但是你一定不能承认是咱们的问题啊！事实上，本来也不是咱们的问题啊。不管是死刑还是死缓，那都是上面决定的，这个真的跟咱俩没关系。梅姐，我写的话，我不会为自己辩护，我接受一切处分。不是夏英杰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发扬风格，拿我当垫背的是吧？你接受处分，
我是主审法官，会处分你吗？要是处分，也是先处分我呀。梅姐，您别误会，咱们是一个合议庭，案子是经咱俩的手判出去的，要说有责任，也是咱俩的。我一定和您有难同当。田明远到，任小军到，严继才到。金健到，郝雪峰到，吴立东到，易大友到。死者的8个指甲缝里发现了人体组织，这也就证明死者在生前与人发生过搏斗。他那个 DNA 跟严继才能对得上吗？对不上。那个案卷上怎么说的？案卷上说这些人体组织跟本案无关。严继才的律师也提到，严继才到案是案发后的第4天，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身上没伤，连一处擦伤都没有。死者难道生前没有反抗过吗？如果没有，那他指甲缝里的皮屑又是怎么回事？而这些皮屑又不是严继才的，这逻辑，师傅，你说这不是逻辑怪圈吗？他那公安是怎么解释的？他们认为严继才是突然袭击，女孩来不及反抗，瞬间失去反抗能力，这往往会造成明显或者严重的身体伤害呀。要不就是这凶手很专业，了解人体结构，他掌握一定方法。严继才有这样的能力吗？尸检报告上说女孩是被掐死的，头部没有受到过严重击打的痕迹。还有呢？时间，严继才其实没有可能在可控的时间里犯罪。监控视频显示的时间可以推断出来。这么恶劣的强奸杀人案，最后法院只给了一个死缓，这能说明点问题啊？啊？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。是，又是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。师傅，我觉得严继才真有可能是被冤枉的。冤枉的？那你告诉我真凶是谁呀？这篇报道属实吗？要不我去查查。别了，我查吧。我准备把这些案卷再看几遍，然后帮你呢把疑点都整理出来，我再走。我不用啊！滚！我不滚，我烦死你！小夏，毕竟错案是造成了，院领导包括我，都主动的承担了责任。给我什么处分，我都接受。行政记忆大过一次，调离中院，到基层法院去锻炼。那梅法官呢？他恐怕得离开法官队伍了。院长，能不能让他跟我一样去基层锻炼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？小夏，公安那边已经刑拘了3个当时的办案警察了，啊？于副院长跟我说了你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。于副院长，还没正式宣布。不过这个事儿如果没有他，也不会处理得这么顺利。我知道你委屈，短则1年，长则2年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回到我们中院来。谢谢院长，也谢谢于副院长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是方便的话，帮我劝劝梅芳。好。我跟她谈的时候，她的态度怪怪的。梅姐很重视这个岗位，肯定会很难过的，需要时间去消化。不，恰恰相反，
我跟他谈的时候，他一直在笑，笑得我挺毛的。哎，小夏，我不招呼你了啊，你自己去喝杯水啊，我这站着手呢。别，梅姐，您真不能让我闲着，我待会儿再把您房子给拆了。啊，我帮您干点什么吧？那你会切菜吗？把那青椒给我切了。哎，好，我洗过了啊。好。哎呀，你说这也是怪了啊！一开始的时候啊，我得有多害怕呀！我就觉得这天都塌下来了。结果院长找我一谈呢，我都没想到，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了地了，人生开启了新篇章。是为什么呢？也许我这心里啊，早就不愿意当这个法官了。您不想当法官，为什么呀？不喜欢，也不擅长。我就是给我那个死鬼丈夫争口气。其实这些年，这口气早就不在了。能喝点哈？可以。哎，再喝上一杯。哎，谢谢。来，走一个。好。吃菜吃菜啊！哎。但我还是挺替您可惜的。小夏，你知道吗？我丈夫死了之后，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死了。我没有自己的生活，没有自己的快乐。我是背着他的尸体过了这10几年。哎呀，现在好了，不干了，痛快了，有人替我下这个决定了。梅姐，你慢点儿。没事儿，我真没事儿。其实我挺高兴的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离开这个城市，离开过去，我要把他从我的生活里赶出去。小夏，倒是我觉得你挺可惜的，你不应该做这样的牺牲，去承担那些根本就不是你的责任。我跟院长跟前儿跟你求情来着。但是他没同意。谢谢梅姐，但这是我应该承担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从过去里走出来，找到新的生活目标，找到新的生活方向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为你高兴。是，我觉得也是。我真的应该谢谢你。其实是你改变了我的想法。我连安眠药都买好了。丈夫死以后，我觉得这辈子也不会有人跟我说那样的话了。咱们有难同当。虽然你没能判钱新亮无罪，但是你救了我。你是个好法官。来。你要加油啊，当个好法官。下，我会的，加油！我会的，我一定会的。干杯，干杯！门敞着吧。
那个固定县法院的孙院长，我提前打过招呼呢。你有什么棘手的事儿，你就随时跟他说。谁给你的权利让你安排我工作呀？我已经不归你管了，你没意识到吗？都是邱院长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一女同志嘛，下到基层怕你不适应。我又不是没在南域待过。你去的不是固定县法院，更往下，大使家村法庭。庭长姓胡，是个老头儿，估计最近忙着农活，也没时间搭理我。并且咱俩是同学，也是院里面唯一熟知的人，所以我想，算了，不说，你忙。我跟你说过没有？几年前我去看过例会，在西江省别山监狱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和别山相比，院里把我发配到哪里，都是优待我、培养我，我都要表示感谢。79刑法、刑诉法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和刑诉法，曾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它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，所以我们认为刑法、刑诉法都应该大修。在修法中有一些法治理念应该把它体现出来，把这些短板都补齐了，我们的刑法、刑诉法才算是比较健全。但是我们修法呀，一定要和中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，要慎重，要一步一步的来。医生啊，修法之路是漫长而坎坷的。你所认为的那些基本概念的东西，在有些人眼里，可能是超越常识、挑战既有知识体系，甚至是荒谬有加、大逆不道的东西。再说了，咱们也不是圣人啊，咱们说的也不一定都对。有些东西理论上说得过去，可是实际执行起来也行不通啊。凡事都需要过程啊。这是修法，国之重器，一定要慎之又慎。哎，你这是下来锻炼？不是，犯了错误。犯啥错了？草菅人命。啊？就是犯错误了。行，坐好了啊，下边路不好走。哎，来了！哎，来了！哎呦，来啦！干事！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没事没事。师傅辛苦啊！啊，没事。您好，您好。您好，您是夏法官吧？哎，对对对，我叫胡兴旺，也是这儿的法官。胡法官，您好。你好，这是我家里边的。大妈好，你好。这是我的大孙子，这是我的大孙女。阿姨好，你们好。咱们先去安顿一下，回头我让家里的随便做点吃的，咱们先凑合一顿。呀，这太麻烦了，这个。不麻烦，我也不会做啥饭，就会擀个面条。来，行，我都行。把行李给我，咱们走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拿就行。这边走，这边走。玩，真玩。摆什么摆？银萍啊，别瞎胡闹。你别害怕，这是个文疯子，他不伤人。走吧，来吧。
周老头，陈老头说的对呀，我们就是不务正业呀。什么专业人士啊，还不得装孙子吗？你活该，你掉在钱眼里了。我累了，有点太累了，我想歇歇。我说你啊，就抓紧收拾收拾，接了袁律的班儿啊，干点正事儿。新刑诉法就要生效了，你们的胜率应该能高点了。你这么推心置腹的挤兑我不可能上那条贼船。如果袁律的现在是我的将来，那我宁愿当孙子。那你陪着吧，看你还是不累。我陪一个吧。你大半夜给我弄出来，你要抵谁的命啊？我要结婚了，人家下最后通牒了，这不要命吗？跟谁啊？还是那个丁蕊啊？什么叫还是啊？我敢不是那个吗？那老丁文祥虽然说是要退了，但是他整把枪上北京找我算账的道行还是有的。那你要是想临阵退缩、不负责任，我帮不了你。什么是不负？什么帮？你也得帮我，我想把大家都叫过去，回南屿。干嘛呀？集体帮你求婚啊？你想一下，我们毕业12年，缅怀过去，展望未来，在我们梦开始的地方，来一场继往开来的世纪婚礼。哎，怎么样？要办了？可以啊。你这个时间我可能不太行啊。对，我最近职务调动，手头上的事儿很多。回头给你补，红包先到行吗？英姐在下边呢。焦头烂额的。你这样，回头我给你电话。放你丫的臭狗屁！明明是你家的栅栏扎不紧，连骡子都能跑进去，还想问我家的老黄牛？哎，你个被告注意用词，你个黑心肝的！哎，你说谁听我？哎，沉住气，让他们打，打累了咱们再审。不行吧？没事没事。这个不讲理！休庭。打够了没有？行了，还行。别打！小心啊！电话！来，电话！坐下。法庭知道不知道？啥去？这是法。喂，我是陈一仲啊。陈一仲，你怎么知道这是电话的？找不着你着急啊，我跟老陆要的。2年一个电话没打过，突然就着急了。你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不错啊。你呢？我给你写过信。啊，对，是我看了。哦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有事儿。老陆要结婚了，然后希望咱们都去。真的假的？跟跟丁蕊。没想到老陆还挺长情的，佩服他。我恭喜他。对啊，他想回南屿去办，然后想让咱们几个都回去。你去吗？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打给我呀？是我拦住了，我得争取这个荣誉啊。你少贫嘴啊！我去不了。为什么呀？看老于也去不了，张丽会又那么远，那就我自己去啊。这老陆也太可怜了吧？
可怜个屁呀他！那个，哎，其实我挺想你的。你呀，你，哎，就你怎么能打电话说这事儿呢？你几年了你不联系人家，上来打电话你就跟人表白呀，多吓人呐！我没表白，你没表白，你在那你整这些。我本来就计划好了，我读完博士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那不是你的计划吗？你知道人家现在什么情况，什么心情，什么打算呢？我想去找他。你那修法那么重要的事儿不干了？我现在不想干别的，我就想找他。你是喝多了吗？你现在就想找他呀？你不怕那俩老头给你剐了呀？而且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你俩在一块长不了，你异地恋那不扯淡呢吗？你不也异地恋吗？我是一般人吗？我呀。啥也不懂。喂，哎，瑞阳啊，是我跟一仲我们在一起那个商量婚礼的事呢，对，减半嘛，是咱肯定是减半，移风易俗嘛，是吧？啥？多少桌？300人呐？你不怕纪伟查你爹呀？不，我错了。哎呀。你听着啊！哎呀，真疼啊！我自己扇的，老疼了，脸都打红了，真的。你不信，你问一中，是不一中？他打了。有想有谁也别说谁啊！是，好，都听你的，行吗？你说怎么办，咱们就怎么办。好。哎呀，陆总，久等了啊！那个老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这边有事儿啊。哎呀，你好久不见啊！师傅，哎，你这2天没来啊？我这2天回来趟家，我把老婆和孙女他们都送回省城安顿好了。要打持久战了嘛？打后方最稳定啊。打什么持久战啊？我的想法和你一样，这很可能啊，它就是个冤案。刘慧，没有一个检察官希望从自己手里头制造一个冤案，但是也没有一个检察官不希望从自己手里头洗清一个冤案。我想把它翻过来。好，我跟你一起。幼稚！你知道翻一个案子需要多少力气，费多少时间吗？我耗得起，你能耗得起吗？你才多大呀？我当然耗得起了，我就要跟你一起。你别给我装，我都快60了，这半辈子待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没多久我就该退了。我不想这一辈子一事无成的。我之所以安排这么多，我就是想逼你走，明天必须得走。咋了？师傅，我舍不得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把你当成父亲一样。我从小又没有家，更不知道我爸长什么样。要是问我父亲应该有的样子，我觉得就是你这样。我不走，绝对不是因为那个案子，而是因为我舍不得你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。对不起啊。哎呀，行，我明天就走。我知道，你一个人也能把这个案子翻过来，
我相信你。坐。麻烦你再等我一下。啊，行。谢谢啊。哦。丽慧，你慢点吧。没事。师傅，那个严继才他情绪不稳定，你以后跟他谈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。还有你那个降压药，你别忘了吃啊。知道。我看你这咳嗽吧，一直没见好，你找个时间好好去检查一下吧。哎，行，那我走了。丽慧，啊，我刚才打了报告了，说无人可替，需再驻留一段时间。如果他们要催得紧，你就往我身上推。哎呀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说你这个小老头，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？啊！你把我行李拿回来，我你自己去。啥意思吧？啊，咱我回来了。嗨，就跑一趟呗。啊，来跟我吧。过2天出趟差啊。去哪儿啊？南隅。去南隅干什么？八竿子打不着的地儿。老刘不是结婚了吗？这叫出差。咱俩之前也没办，现在人家叫了，我不去也不合适吧？就当出差了。当时可不是我不想办啊，可能是你心虚吧。所有人都说我攀高枝，我办这个婚礼的意义是什么？那我问你，咱妈离休之后呢？你就说你这些同学、朋友、同事，这么长时间，你哪次吃饭带我去过？把我正式介绍给大家过？是怕人家笑话你现在高枝折了攀不成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我算攀上了，副院长。方好，你就这么看我的？那个夏英杰也去是吧？正好，一起故地重游。我发现你最近……你就这么一直神经质的跟我聊天吧，咱俩迟早出问题。咱俩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。不去了。婚礼什么时候？8号。张法官，我谢谢你。我本来都不抱希望的，没想到这档案还能找回来。当时我就想，啊，就算是丢，也不能独独就丢你这一份吧。你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，肯定是一大批卷宗，一时不知道落哪儿了。幸亏啊，前几天镇上处理过期档案，我就去翻了翻。运气，运气。张法官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。哎呀，10几年了，10几年了。哎呦，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呀？我这10几年，又不是天天就忙你这一件事儿啊。这档案找回来了，只是个开始。接下来，你得自己去做工作，找你当年的同事，让他们给你写证明材料。
就是他们诬告我做假账，还找他们，这能行